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庞峰，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从广东折腾到日本，又折腾回了北京。现在大家已经看到我们此次日本之行更新的前2期节目了。有不少的小伙伴看过视频以后，都留言或者弹幕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我也通过《华尔街日报》的这个采访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自己的感受。这一趟去东京的时间非常短，短到有好多事儿我们根本来不及做，但是收获却特别的多。不只是一把吉他这么简单，其实就这个琴它完全的属于一个意外，更多的还是从文化角度的一些收获。当然，我们也记录下来了很多珍贵的视频资料，会在今天的东京之行的最后一期节目里全部的放送给大家。所以无论说是信息，或者是启发，或者是享受，都希望大家能够看得开心，也就不枉费我花时间花精力非常认真的为大家去分享这些内容。那本期节目咱们先来说说 Fender 这个旗舰店嘛，其实前2期节目都说了不少了，今天为大家来补充一些之前没有提到的细节。如果你很了解日本特别是东京呢，这家位于表参道的77年以来 Fender 首次开的第一家直营店，从空间的角度上来说是非常奢侈的。如果大家有逛过其他的日本的大多数乐器店的话，就会知道几乎所有的琴都是摆放的非常紧凑的，一个挨一个的。之前跟大仙儿还聊过，他最早在日本逛琴行的时候，他说他背着一个包在一间屋里，稍微一转身差一点就扫倒了一把琴，得亏他手快，赶紧把它扶住了。他们这些摆放呢，几乎达到了空间利用率的最大值。后面咱们也会专门讲到东京的其他琴行。Fender 这次的这栋楼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以前是 H&M， 而这回 Fender 这家店的陈列方式，甚至类似于那些奢侈品店，或者说高端的日潮，类似于像 Wiswin 这种店的摆设方式一样，非常的宽阔，也非常的干净明亮，挑高也非常的高，所以你走进去的时候不会觉得很压抑。另外一个细节就是他们的大多数展品，它并没有摆出所有的型号和颜色，而在这个款式的旁边会有一个小的名牌，这个名牌上会有这个琴的型号，会有它含税的价格，以及一个2维码。大家扫码呢就可以进入到 Fender 的网站去查询关于这把琴的所有的配色参数等等这些细节。另外一点还有就是3楼 Custom Shop 那一层里边，除了陈列的那个屋呢，其实还有一个办公室。我们在28号探店拍摄的时候呢，因为里面 CEO 在开会，所以没能拍摄到。但是在咱们更新的日本之行中的这一集的开头呢，由 Grand Opening Party 那天我们参观这间屋子的一些视频细节，就是在这间屋子里有所有 Custom Shop Fender 吉他的所有配件，包括不同的琴头不同的琴颈不同的拾音器，不同的硬件，不同的琴体，甚至还在那放了一把镂空的可以随时方便拆装拾音器的一把琴，来让大家试验你想装什么样的拾音器，以供大家未来在预约好了以后可以亲自来到这儿定制属于你的 Fender 吉他。在我买琴那天碰到的 Atsushi 先生呢，就是在日本为大家服务的 Fender Custom Shop 的产品经理，所以这也就意味着从今以后个人在亚洲你可以亲自能够很近的就可以定制到 Fender 的 Custom Shop 的吉他，这件事儿就成为一种可能了。但是需要提前多久预约，需要等多久，这个就得后边看了。但是起码这件事儿可能了。也有好多小伙伴留言说呢，为什么不在中国开一间？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当然我们很希望他有一天能来中国开 Fender 的旗舰店，希望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吧。Fender 把全球的第一间旗舰店开到日本，我想是有它的原因的，毕竟日本是全世界第2大的音乐市场，他们对于音乐和乐器的消费能力是非常令人恐怖的。那么接下来第2个话题，咱们聊聊很多小伙伴都很关心的日本乐器的价格问题。我以前呢曾经不止一次的逛过日本的乐器行，包括大家熟知的御茶水的乐器一条街但是和咱们中国不同大多数的乐器店并不是允许我们拍摄的，特别是陈列了很多好琴很多元年琴的这些店如果你要拍摄可以，但是你确定你买的那个过程，然后只能拍摄你自己。对于其他的各式各样的好琴以及各式各样的人出现在琴行里的人，在那边都是不太适合被拍摄的。这次呢，由于我们的行程非常的紧，御茶水就完全没来得及去。不过呢，我们还是抽时间在涩谷逛了2家乐器行，其中一家就是 G's Club， 另外一家就是著名的石桥乐器。G's Club 呢，其实几年前我拍过一些花絮，它在2层以上是完全不能拍的。石桥呢是允许拍照的，但是拍视频是不行的。加上我们的拍摄设备也并不只是手机，而是一个装上兔笼的看起来非常大的一个专业的相机，所以这也就导致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日本进行拍摄是
是比较困难的，都需要提前的去跟他们进行沟通。特别是在日本，他们非常注重隐私和版权的问题，包括其实这次我们参加分队活动，所有露出的艺人的画面都是需要经过他们审核同意的。所以如果以后吧有缘分的话，我们还是愿意用更高清的方式为小伙伴们分享这些海外的内容。不过没关系，我这次还是拍摄了不少的照片可以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大致的看到10桥乐器的陈列以及它们的价格。那想看到更多高清的图片具体细节的小伙伴，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公众号更新。就像咱们之前说的一样啊，东京其实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这里的琴行也如同他们的住宅包括酒店一样，摆放的都非常的紧凑，但是他们的区域划分的很好，也非常的细致。10桥我们也去过好多次了，但是你依旧觉得它的装修和那些细节是非常用心，非常能体现音乐文化的，东西非常多，琳琅满目。所以如果你目标不是非常明确的话，你来到这儿很有可能会眼花缭乱。我自己呢，还是建议喜欢乐器的小伙伴，或者哪怕是就是来旅游的，但是对音乐感兴趣的小伙伴，都可以到日本的乐器店里去转一转，不只是去看价格比价格这件事儿，而是从文化和音乐这个层面更多的体会一些东西。毕竟咱们玩音乐听音乐玩的并不是那个数字。另外，除了乐器店，我还特别推荐大家到日本的唱片店去逛一逛，尤其是为没有去过日本的小伙伴，推荐这家 Tower Records， 一定是喜欢音乐的人必须打卡的一个地方。我记得10几年前我第一次来东京的时候，我在这间唱片店里待了一整个下午，它的每一层都按照不同的风格和受众来划分。他们还经常在这个店里举办一些活动。如果你喜欢任何一位音乐人，喜欢任何一个乐队，任何一个音乐大师，包括他们的专辑、黑胶，包括很多我们没见过的周边产品，你都有可能在这些店里能找到。这次去的时候，我们还在顶层看到了 Michael Jackson 和坂本龙一的纪念的区域，有很多热爱 Michael Jackson 的歌迷为他献花，并写上了很多想说给他的话，非常的令人感动。即便在当今呢，更多人去购买实体专辑会是作为一种纪念了，但是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有很多人依旧在用这种最传统也最经典、音质最好的方式去欣赏音乐。在你打开那些音乐专辑，并看到那些在音乐平台上看不到的内容的时候，按照歌曲顺序挨个去聆听每一位音乐家为你安排的曲序的时候，大家能收获到体会就不只是方便和娱乐，更多的是一种温度和享受。就像这家唱片店的 slogan 一样，我相信这也是所有的音乐人以及所有的乐迷共同的心声，就是 No music, no life。那么在本期节目的最后呢，我也会用 vlog 的形式为大家分享我们此次东京之行所记录下来的所有剩余的精彩内容，包括那些让我们敬佩的日本的艺术家的表演，以及一些花絮。希望我这样的分享能给大家多增添一些生活当中的美好，也能多一些感动与思索。更多的详尽的包括图片啊，包括文字的心情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 ins 或者我的公众号。那么接下来我会继续为大家制作这些有趣有意思的音乐视频节目，各种各样，什么都有，大家敬请期待，慢慢等待我不断的更新。那么9月份我今年的全国巡演的剩余站次也会在近期为大家公布，期待跟小伙伴们在现场相见。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儿，我是潘国峰，爱音乐爱律动爱分享，重新定义我们与音乐的关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You can take a napkin. Close. 30号他们才正式开业。我们现在是27号的中午，今天晚上是第一次他们的这个活动。它现在大家看还都是封着的样子。我们在这附近逛一逛，因为这附近就是东京最繁华的地段，元素表参道，所以我们在这附近逛。一会儿再回来啊，走。
老师你好，等一下可以有荣幸访问你吗？简单访问一下这样。幸会。平常都在荧幕上看到老师。我看见你也在荧幕上看见你。这个是熊。是你好。潘东老师是 John。我们负责采访的主持人这样。对。那傀儡没来？傀儡没有。你们来几天？我们昨天到，昨天先去拍了那个御茶水，所以刚才在路边遇到你。对。你们也涩谷的琴行你们也拍了？涩谷琴行拍了，我还买了一把。哦，真的？我刚背的那把就刚买。因为日本人的习惯是，比如说像路人我们这样街拍，我们背景得是拍不到人脸的才行，所以他们琴行也是只能拍琴跟我们自己的人，他连店员都不让拍。而且我们今天去涩谷，大部分是不给拍的，除了我确定要买琴的那间店让我拍了一下以外，对，他说只能拍他试琴，是拍我试琴的画面，我可以被拍，然后其他都不能拍。对，他因为他现在到底順番にどうぞ。他进去啊。関係者のみのパーティーとなっております。ご了承ください。はい。拿下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店名。对，上去。对，大丈夫。然后这边全部都是左手琴。哦，真的。这个太好了，走正道了，看东西。这个好。你一上去一看就知道是哪把。哦，在这面墙反方向啊。喝咖啡。Were angels, and that his job was to give them wings to fly. Good afternoon and welcome to Fender Tokyo Flagship, Fender's first store ever in its 77-year history.这种表演形式很熟悉。
我们就下回见了。下回见了，下回见。看到你特别高兴，粉丝啊，我是粉丝啊，我也是他们粉丝。下次见，下次见。